咁所以海德格咧會認為現代科技嘅一個最大嘅一個特色咧，就係佢令到所有自然界入邊嘅嘢咧，都變成一種隨時可以去利用嘅資源，正正連人本身都變成咗一種可以消耗嘅資源。點解你而家可以免費或者係用好平嘅價錢去用到呢啲 AI 呢？正正係因為 AI 需要你嘅 input 去作為嗰個 training 嘅 data， 將你當成一種資源，將你嘅 idea、你嘅問題、你嘅諗法、你平日同 AI 講嘅嘢，當成一種 AI 可以消耗嘅資源。咁可能到咗某一個 point，呢個 AI 真係足夠強大，可以去取代你嘅時候，其實你就會俾人踢走嘅。Hello，大家好，歡迎翻到嚟學識開咪，我係你嘅節目主持人 Hugo。我係 Leo。Leo 啊，最近咧我喺Flash 上面咧都見到好多人咧就講緊，而家好多公司咧就即係因為 AI 發展啊嘛，所以咧佢哋買咗好多即係嗰啲 token 啊，買咗好多 AI 嘅工具咧，就唔係淨係俾嗰啲員工可以自由咁樣使用，佢哋甚至乎咧會逼佢哋用，有啲 KPI 咧就話你用咗幾多 token 啊，你整咗幾多個 skill 啊，你整咗幾多工具啊咁樣。有時咧都會諗就係，即係我哋以前成日講話科技就係工具啦，令到我哋人係更加即係方便啊，更加自由啊，做自己想做嘅嘢啊。但係去到呢個時代嘅時候咧，即係科技發展得咁快咧，推得咁快嘅時候咧，我會諗，其實我哋係咪真係咁自由咧？定係其實科技係逼緊我哋，係壓迫緊我哋咧？咁樣，即係你自己對於科技呢樣嘢有咩睇法咧？覺得自由咗定係冇咁自由？呢個係一個好嘅問題，因為從我自己個人嘅呢個背景出發咧，其實我都體會到，其實科技其實係改變緊我哋嗰種生活方式，同埋我哋即係傳統做嘢嘅嗰種方式。即係以我自己為例啦，我自己係喺大學入邊教書嘅，咁大家都會 expect 到啦，就係即係喺近呢幾年咧，就越嚟越多學生會用 AI 嚟寫論文，用 AI 嚟做功課。咁其實對於呢樣嘢咧，其實喺教育界入邊個爭議都好大嘅，即係有一啲比較傳統嘅老師啊、傳統嘅學校啊，可能就會即係比較唔想學生用，即係會覺得哦，即係你學生全部都係用 AI 寫論文，咁你自己就唔使諗啦，自己唔使去寫啊，亦都係鍛鍊唔到呢一種思考嘅過程、寫作嘅能力啦。咁但係我自己喺新加坡呢邊咧，嗰個情況就比較複雜，因為新加坡政府咧就係講到明學校咧係唔可以禁止學生用 AI 嘅，即係偏鼓勵啲嘅。係，即係佢係要我哋鼓勵學生去用，所以我哋唔可以好簡單咁樣 set 一個禁令，就係話即係我嘅 course 入邊完全唔可以用，咁樣係唔得嘅。所以我哋一定要係 set 講得好清楚，喺我哋嘅 course 喺我哋嘅功課入邊嗰啲 AI 可以點樣用，咁包括係即係你 to what extent 你可以用 AI 嚟幫你做一啲 research 啊、資料嘅搜集啊、資料嘅分析啊，或者如果你真係要用 AI 去 generate 一啲 text 嘅話，你點樣去 cite reference 啊？點樣去處理呢一啲嘢咯？咁所以其實即係對於我嚟講咧，其實我都要去逼住去改變我自己教學嘅方式，因為我以前可能係啊，即係我有好多同事啊，或者以前嗰啲同學啊，都係咁樣，即係究竟點樣塞佢入 AI 落去好咧？中文系咁樣，我哋都傳統讀下注疏咁樣，點樣加 AI 入去加得好咧？咁樣呢個都好多人諗啊。係啊，所以其實係一個都即係逼住去做嘅，即係譬如好似我以前講課咧，我就淨係可能係有一啲啟發性嘅問題俾佢哋討論下，跟住就慢慢引入到去一啲基礎嘅閱讀材料啊，一啲文本啊，跟住再展開一個哲學嘅理論啊，或者一個概念咁樣啦。但係近呢一兩年咧，我都要開始學下點樣用 AI 去設計一啲互動嘅遊戲啊。即係去描述一啲哲學嘅場景啊，一啲道德嘅兩難嘅情況嘅時候，可能都要去用 AI 準備一啲 video 啊咁樣。咁包括到我去改論文嘅時候，我都要用一啲 AI 嘅工具去 test 下究竟啲學生有冇係即係用 AI 嚟將啲文出嚟啊，即係有冇好大家有個攻防戰喺度，究竟你用 AI 勁啲定我勁啲咧？咁樣係啊，所以係令到嗰個工作其實係複雜咗。咁其實呢樣嘢咧，就係令我去諗到一個觀點咧，就係即係我自己喺上一個學期去教呢一個科技哲學嘅時候咧，好多同學喺佢哋嘅論文入邊都會有一個觀點啊，就係覺得一啲科技好唔好咧，其實係一把兩刃劍嚟嘅，即係取決於人係點樣用。
即係我係嗰一個 course 其實主要係介紹一啲基礎嘅科技哲學嘅理論啦，然之後要求佢哋用呢一啲概念去分析一啲前沿嘅科技，即係譬如 AI 啊，譬如係元宇宙啊，點樣去改變我哋嘅社會，改變我哋嘅生活啦。咁好多學生咧，佢哋會先入為主，有一種概念就覺得，即係技術佢只不過係一種工具嚟嘅啫。即係我如果用得佢好，我係即係用喺一個好嘅方面嘅話，咁自然就係一個好嘅科技啦。佢會改善到人嘅生活啦。咁好似如果我哋自細都係咁學咁樣聽噶嘛，即係科技嘅工具嚟嘅啫，咁你睇你點樣用嘅啫。呢個都係我哋細細個都係咁學噶。係呢個係好多人常識入邊有嘅一種概念嚟嘅。咁但係其實我哋即係睇翻我哋頭先講嘅 AI 嘅呢啲例子咧，其實我哋正正就係見到呢一種好似好常識嘅觀點，其實係唔完全準確。因為譬如你好似講 AI 真係去到我哋嘅生活，去到我哋個 workplace 入邊嘅時候，其實我哋往往係真係好難決定到我哋點樣去用個 AI，或者係喺邊一個方面去用個 AI。即係佢用翻我個例子咧，即係如果我係覺得用 AI 嚟去生成一篇論文，幫你去寫作係有問題嘅，即係佢係唔符合教育嘅意義，甚至係可能係有某程度上抄襲嘅問題。咁但係其實我係唔係完全有能力可以去阻止到啲學生點樣去用呢一個工具。咁所以其實喺呢一啲例子入邊，我哋可以見到咧，其實所謂嘅技術咧，唔係純粹係工具咁簡單，即係嗰個問題純粹係在於你去點樣去用佢，而係往往你係會俾呢一個技術去逼住去走。到最後呢個技術究竟係好定係壞咧？往往可能係同你自己主觀上想點樣去用，或者係想點樣去解讀呢一個科技咧，其實係冇直接嘅關係。咁呢個係我自己喺生活上邊嘅一啲觀察。咁但係呢度你即係去逼住學嗰啲 AI 嘢嘅時候，你覺得係開心啊、自由咗啊、多咗能力啊，定係你係覺得我都係俾人推住走？其實你自己嘅感受點啊？其實我自己個嘅感受咧就幾複雜嘅，因為其實我可以話兩方面都有。因為其實從好嘅方面講咧，即係其實我的確係可以用 AI 幫我去gen 到一啲比較好玩嘅遊戲啊，或者係一啲嘅video，即係可以等學生更加切身咁代入去一啲哲學嘅處境啦。即係譬如我去講中國哲學嘅時候，咁你要啲學生即係去想像一個完全唔同嘅歷史嘅場景，一個唔同嘅生活世界，翻去即係先秦時期呢啲，翻去辯論呢啲問題嘅時候，佢究竟係面對緊一個點樣嘅社會啊，點樣嘅環境啊？咁對於可能即係歷史方面知識冇咁多嘅學生嚟講，係會有一定困難。咁 AI 係喺呢個程度上係可以幫到我點，即係可以去更加全面咁樣去展示呢一啲嘅場景啊，或者係呢啲嘅哲學嘅概念啦。但係咧，其實另外一個方面嚟睇咧，其實我都會覺得其實用呢啲科技嘅時候咧，其實係變咗係限制咗我去講課嘅一個方式。因為其實當你所有嘅即係其他科嘅老師都用類似咁樣嘅工具、咁樣嘅方式去 deliver 佢嘅課堂嘅時候，咁就變咗佢好似係一個公式咁樣，即係學生都會 expect 就係你去引入一個課題嘅時候，你會有一啲咁樣嘅 interaction， 有啲咁樣嘅互動，亦都會有一啲咁樣嘅 AI 嘅工具啊、材料啊，去幫助佢哋去理解。咁如果我係想用其他嘅方式去教嘅時候咧，譬如我係想即係多一啲現場嘅互動，即係根據學生現場提嘅問題或者佢哋思考嘅方式去回應佢哋，去用唔同嘅方式去展示呢一啲嘅哲學理論啊、哲學概念嘅時候咧，就會好似冇咁有趣係嘛？競爭力好似少咗啲啦。係啊，即係你會變咗係限制咗，因為可能我以前用傳統嘅方式，我淨係喺白板度寫嗰個概念，或者係簡單咁樣去介紹呢個背景嘅時候，咁其實每一個在座嘅學生，佢都可以運用自己嘅想像力去想像我自己，我如果喺一個咁樣嘅處境底下，我點樣去面對呢個哲學問題咧？咁佢哋會更加多咁樣去
運用翻自己切身嘅經驗啊，個人嘅一啲嘅親身嘅經驗去思考呢啲哲學問題。咁但係當我有一個已經好具象化嘅一個video 啊，限制咗個想像空間。係啊，咁樣會剝削咗佢哋嗰個想像空間，甚至佢哋係無意識地就會被引導咗去嗰個 AI 所建構出嚟嘅嗰個世界或者嗰個空間，從呢個角度去思考嗰啲哲學問題。咁所以其實係從呢個角度嚟講咧，都會造成某一個程度上面嘅限制嘅。我覺得其實好似有分兩樣嘢去睇嘅，可以，即係因為頭先所講，即係嗰啲科技嘅壓迫啊，或者限制咧，可能喺我嘅角度嚟講，又未必一定係源自於科技，而係源自於可能係即係資本競爭，即係可能睇哇，我要競爭，我要用多啲新嘅方式咁樣，我就會攞到多啲 funding 啦咁樣。又或者可能係嚟自於即係一種就係大家個制度嘅限制，就係要標準化，因為咧大家都要有一個 standard 去評估呢啲人咁樣。因為我自己印象就係中文系啦，即係好多時候都好傳統噶嘛，即係中意攞住本著數咁樣喺度讀咁樣。但係喺即係早可能10零年嘅時候，其實啲人都有啲教育專家走入嚟就話：唔得喎，你大家要做話劇咁樣。咁做話劇，你孟子做話劇我都係理解啊，你文心雕龍啊，李白詩啊都要做話劇咁樣。咁你就覺得點解一定要做話劇咧？你點解一定要好有趣咁樣互動先至可以學到嘢咧？咁樣。所以嚟呢一啲好似話劇咁樣，其實佢唔係一啲好高科技嘅嘢，但係其實佢都即係會同 AI 有啲類似，就係造成呢種壓迫。就因為呢個制度之下咧，大家要競爭，要好似變得有趣。咁即係而家即係科技可能入咗嚟啦，咁啊變咗做即係佢加入咗呢個制度。其實我覺得佢個壓迫嘅本質係咪喺即係制度多過喺科技咧？即係我有一種咁樣嘅諗法咯。Hugo 呢個講法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都有道理嘅，因為其實我哋去講呢啲科技嘅壓迫嘅時候咧，其實的確佢背後係有一個資本嘅力量喺度。我哋從呢個角度去睇嘅時候，就更加可以理解得到啊！即係點解個個人都會身陷咗喺呢一種科技競爭嘅？因為其實如果我哋純粹覺得呢啲科技係一種壓迫嘅工具，或者係一啲科技公司設計出嚟為咗想賺錢而係逼人去用嘅一種所謂嘅工具啦。咁我哋可能會認為呢個就完全係一個科技嘅問題，係完全係在於呢個科技點樣去設計啊，或者係呢啲科技公司點樣去 promote 自己嘅呢啲。咁但係如果從呢一個社會制度或者係呢一個經濟制度嘅角度嚟睇，其實我哋亦都可以見到咧，呢啲科技公司咧，其實都只不過係一個更加大嘅一個系統嘅一部分嚟嘅。因為其實呢啲科技佢哋都競爭緊，其實佢哋都逼住你嘅。係啦，佢哋都係被逼咁樣互相競爭嘅，即係好似而家 AI 嗰啲所謂嘅巨頭公司、龍頭公司，其實佢哋每一間都可能融資咗幾百億、幾千億，承擔住巨額嘅債務去投資呢啲 AI 嘅基礎設施。咁其實佢哋係冇辦法 missing out 嘅，因為佢哋如果係喺呢個競爭入邊輸咗咧，即係代表佢哋公司可能會破產，可能會承擔一個根本還唔起嘅債務。咁所以呢啲公司咧，佢哋都係被逼住要去不斷咁樣去研發啊，去加速呢一個 AI 嘅發展。所以佢哋表面上好似係所謂嘅龍頭公司，好似係帶領住呢一個社會嘅潮流，但係其實佢哋都係即係身不由己嘅，都係逼住走。咁所以我覺得 Hugo 呢個觀察係有一定道理，因為佢其實係揭示咗一個更加深層次嘅一個因素咧，即係導致我哋會捲入咗呢一個科技競爭嘅一個因素啦。咁但係其實亦都可以從另一個方向去睇，因為其實對於科技點樣去限制人嘅自由、限制人嘅生活嘅呢一個問題咧，其實唔係當代近代先至有，即係其實我哋去睇古代嘅中國哲學，尤其是呢一個莊子嘅哲學，其實佢已經係講出咗呢一個科技嘅問題。即係你去翻莊子嘅呢一個戰國時代，好明顯嗰個時候就冇所謂嘅資本主義，冇所謂嘅資本操作，冇所謂嘅呢啲貸款啊、融資嘅呢啲問題。咁佢純粹係一個即係封建社會底下嘅一個社會背景。咁但係喺呢一個社會背景底下咧，其實莊子已經見到利用科技呢一樣嘢咧，其實佢已經係有一個
危機就係會剝削咗人嘅自由同埋可能性。即係係喺莊子入邊，其實有一個好著名嘅故事嘅，係代表咗莊子對於科技嘅批判。喺呢個故事入邊咧，就係有一個老農夫啦，佢係每一日都好辛苦咁樣用一個水缸去個水井度筆水，然之後去灌溉佢嗰塊田。咁有一日咧，呢一個孔子嘅學生子貢咧就見到呢一個老人家好辛苦咁樣去做嘢啦，咁就建議佢嚇，你點解唔用一個科技嘅裝置去幫你灌溉咧？咁其實嗰時已經有一個好原始嘅科技叫做吉高啦，咁其實係一個加咗槓桿嘅一個抽水裝置，咁佢一邊係一個寵物啦，另外一邊係有一個桶，咁你就可以好輕鬆咁喺嗰個水井度筆水上嚟。當時候咧，子貢就建議呢個老人家就去用呢一個科技啦，咁你可以更加輕鬆、好快咁樣就灌溉完呢塊田啦。咁嗰時候咧，嗰個老人家嗰個老農夫咧就話：我知道有呢一樣科技嘅，咁但係咧，我嘅老師同我講咧就係，如果你用呢一啲機械嘅裝置咧，你就會有所謂嘅機心產生咗出嚟。係。咁呢個機心咧，佢會反過嚟去危害咗人一種最本真嘅自由同埋最自由嘅生存嘅狀態。咁呢個所謂嘅機心究竟係啲乜嘢咧？即係最傳統、最一般嘅解釋就係佢係一種計算嘅心理啦。即係譬如我哋日常語言去講呢個機心嘅時候，都係講緊你背後有啲咩嘢嘅計謀啊，點樣去操弄人哋啊，去謀取自己嘅利益啊。咁呢個係最一般嘅解釋啦。咁但係佢點解呢一個機心背後係同呢個機械有關咧？其實你如果睇翻機呢個字最原本嘅意思咧，你睇翻呢個説文解字嘅意思，佢個意思其實係煮法。咩叫煮法咧？其實呢個法其實講緊係一種發射嘅功能。即係你點解一個機械可以發射咧？就佢本身係有一種力量喺度，佢係一個 trigger 嚟嘅。所以呢種 trigger 咧就好似你係你有一啲能量發射出嚟之後咧，你其實唔係完全係可以控制得到嘅，因為呢個機械本身佢係有一種力量，有一種能量喺度。所以當你將呢一個機械編織咗入自己嘅活動嘅時候咧，其實你嘅行動你就會慢慢會去受到呢一個機械嘅宰制。即係譬如係一個老人家佢用呢個水缸去灌溉嘅時候，你嗰個水缸點樣用咧，係完全取決於嗰個老人家噶嘛。即係你個水缸你唔用嚟筆水嗰時候，你可以用嚟醃豉油啊、醃菜啊、醃鹹魚啊。或者係你拎住個缸，你可以行去邊都得噶嘛。咁但係你如果有咗呢一個所謂嘅固定嘅呢個抽水裝置之後咧，就變咗你所有嘅活動都要圍繞住呢個機械，因為你要利用呢個機械嘅力量去幫你做嘢，咁就變咗你所有嘅生產邏輯，你所有嘅活動都要按住呢一個機械嘅邏輯去進行。咁所以變咗其實喺莊子嘅角度嚟睇咧，其實就算你係一個咁簡單嘅一個力學裝置咧，其實佢已經係喺某一個程度上已經係控制緊人，同埋係控制緊人嘅嗰種自由同埋可能性。我覺得都係嘅，即係莊子當然我哋都知道佢比較極端嘅。如果某程度上喺即係先秦成個框架當中，佢對於科技嘅嗰種睇法係即係比較即係排除呢一樣嘢多啲啦。因為頭先你講就係話佢對於嗰個想像嘅限制，佢唔單止係覺得科技限制緊我哋啦，甚至乎我哋嘅營區，我哋見到嘅所有嘢，其實都係某個程度上嘅限制嚟嘅咁樣。咁頭先講到即係話嚟機呢樣嘢本身就係一種即係固定咗，好似我哋今日嚟講 AI 啊，講啲自動化咁樣，其實佢就係自動化咗某一件事，就係即係我哋有個缸喺度，我哋個缸咧就係自動化咗咧，就係攞嚟筆水嘅咁樣。咁喺呢個過程當中，我會覺得佢固然係俾咗一種限制我哋啦，但係同時就係即係佢俾多咗一種選擇我哋。我自己會有一種咁嘅諗法，可能我偏有墨子少少啦，即係墨子佢就係機心嘅代表啦，佢發明嘅好多嗰啲機械啊嗰啲嘢，佢自己都係我諗係傾向呢一樣嘢。但係你話其實當時嘅人係唔係即係因為冇資本啊，或者冇啲咁嘅競爭，所以令到佢哋可以比較揀，就係話啊我用科技定係唔用科技咧？可能喺莊子嗰個嘅即係體系或者佢嗰個諗法裏面咧，
偏向係嘅，因為佢喺隱居山林啊，或者佢即係唔去做官嘅話咧，咁佢其實就係跳離開咗個制度，即係唔喺大學教書，咁你就唔一定要咁樣教啦。喺學識呢度教書，咁你中意唔用，你中意用傳統方法冇問題，因為就係佢脫離咗個制度啊嘛。咁但係例如雖然即係子貢佢唔係真係今日理解嘅資本家啦，但係其實佢就係嗰啲有錢人啊、有權勢嘅人啊。不如你用科技啦咁樣，帶下你即係有呢個見識啦咁樣，即係有呢一種嘅咁樣嘅諗法。但係其實當時嘅人或者莊子點解佢要有呢種反思咧？我有時都會諗就係，其實佢哋都面對緊有一種類似我哋而家呢個時代面對嘅嘢，就係我哋覺得我哋發展得好快嘅時代，我哋有好多競爭喺我哋呢個時代。但係其實對於即係戰國時期嘅莊子，可能佢都覺得比起以前，比起西周嘅時候，哇！我已經係一個競爭好激烈嘅時代咯，已經係科技發展迅速嘅時代咯，咁樣即係好似即係墨子咁樣，見到對面哇整咗雲梯喎，可以一條梯上到去呢一個嘅城牆上面喎，對佢哋嚟講已經係一個震撼嘅即係新科技嚟嘅。所以我自己會覺得就係哇，其實即係唔同時代其實都有某一種嘅競爭係推動緊即係科技嘅嗰個發展。咁但係我哋究竟可唔可以即係喺科技當中揾到自由咧？其實好似某程度上係講緊我哋有冇嗰個選擇權。即係如果我哋脫離嗰個制度，我中意今日北水就用水缸，聽日就用機械裝置。如果我有得揀嘅話咧，好似就有嗰個自由。但係我一入到去嘅制度，對面打仗打到嚟咯，我冇得唔打翻去喎。咁我哋就會失去個自由。可能呢一個都幾決定，我覺得呢個因素好似。係啊，的確係啊，所以呢個其實就係即係牽涉到我哋頭先所講嘅呢個問題，就係即係佢究竟呢一個技術嘅嗰個宰制嘅力量，究竟係嚟自於邊一度？咁其實即係如果我哋去挖呢個問題咧，其實我哋會見到其實係即係一方面咧，即係莊子、墨子嗰個時代同我哋今日呢個社會係有共通性嘅，因為其實。即係正如我哋頭先所講咧，即係其實喺墨子啊、莊子呢個時代，其實佢哋已經係見到一種所謂嘅科技嘅革命，即係或者係用歷史嘅角度嚟講咧，其實嗰陣時候啱啱就係中國開始進入呢個鐵器時代，即係佢哋嗰種亦都係一個生產力爆發嘅時代。係啊，因為呢一個情況其實係同近代係有少少似嘅，都係一種新嘅生產力工具開始去take over 傳統嘅呢一個經濟嘅生產方式啦。咁但係其實頭先我都諗起就係子貢其實佢係咪因為覺得農夫你要生產得多啲啊？你咁樣種嘢咧就會可以令我哋即係耕種打仗會好啲。其實佢可能都唔係即係純粹係俾個好心嘅建議，可能都有嗰個競爭嘅意識喺裏面，都唔定，因為佢丞相嚟㗎嘛。都有咁嘅可能，即係當然呢個即係要歷史家去考究啦，即係包括佢當時候究竟係做啲咩生意啊，或者佢嗰個職權範圍係包括啲乜嘢？係啊，即係呢個共通性，我覺得Hugo 係講得幾好。咁但係從當代嘅科技哲學嚟講咧，即係譬如我哋如果講科技哲學入邊一個比較有名嘅代表咧，就係呢個德國嘅哲學家 Martin Heidegger。咁其實佢喺一個好有代表性嘅論文入邊咧，佢係嘗試去點出一個傳統嘅科技同埋所謂嘅現代科技之間嗰個分別。因為喺 Heidegger 嘅呢一篇文章入邊咧，佢會覺得咧傳統科技咧，佢有一個特色咧，就係佢同呢一個自然係融為一體。咁即係譬如係我哋講翻呢個莊子嘅一個例子啦，即係無論你係用呢一個水缸也好，甚至係用呢一個加咗槓桿嘅呢一個抽水機也好啦，咁其實佢都係某程度上係自然嘅一部分嚟，即係你都係要利用自然嘅材料、自然嘅工具，佢要喺一個自然嘅一個 ecology 入邊，一個生態系統入邊，佢先至可以用到嘅。咁喺 Heidegger 嘅呢篇文章入邊，佢講所用嘅例子就係一條木橋，即係你可以想象啊，就係如果你有喺個河上面有一條木橋啦，咁呢個木橋咧，其實佢係喺一個自然嘅生態嘅一部分，即係你起咗一條木橋之後，你係唔會影響到嗰個自然環境啊，即係你周圍嘅呢啲動植物，佢一樣可以係喺按照自己嘅嗰種方式去生活，甚至佢哋都可以利用呢一座橋去
過到河嘅對岸。咁所以呢一個橋咧，佢到最終都係呢一個自然嘅一部分嚟。咁但係 Heidegger 咧就話咧，現代嘅科技咧就係同古代嘅科技有一種本質嘅差異咧，就係現代嘅科技咧，佢會描述成一種所謂嘅雜誌架。咁咩叫雜誌架咧？就係佢係一個系統，佢係會將所有嘢吸收咗入去，按照自己一個邏輯去編排嘅。即係正如我哋頭先所講嘅呢個莊子嘅呢個嘅例子啦，佢可能佢嘅力量係比較弱咧，佢淨係可以編排到呢一個農夫佢係點樣去灌溉佢塊田啦。咁但係 Heidegger 用嘅例子咧，就係一個現代嘅水力發電站或者一個水壩。你喺條河入邊，即係嗰條界線係咪就係即係有冇話點樣先係自然，點樣唔自然咧？現代水壩係就係超越咗，唔係同自然一樣啦，係嘛？係啊，因為海德格嘅嗰個邏輯咧，就係你傳統嘅科技咧係需要由呢一個自然所謂嘅 poiesis 嚟定義嘅。咁但係現代嘅科技咧就調轉咗呢種關係，因為當你起咗一個水壩之後咧，你嗰條河就已經唔再係一條自然嘅河，你係變咗係成個水力發電站嘅一部分，佢係一個能量嘅一個來源。所以喺呢個邏輯底下咧，嗰條河已經唔再係一條河，佢只不過係一個能量嘅來源。咁所以海德格咧會認為現代科技嘅一個最大嘅一個特色咧，就係佢令到所有嘅嘢，所有自然界入邊嘅嘢咧，都變成一種隨時可以去利用嘅資源。而喺呢一個邏輯底下咧，正連人本身都變成咗一種可以消耗嘅資源。即係譬如好似我哋所講嘅呢一啲現代科技，譬如係 AI 咁樣啦。即係我哋一方面咁睇，可能會覺得 AI 佢仍然係有一定嘅工具性，即係我哋可以係利用呢一個工具去做到一啲嘢嘅。咁喺呢個意義底下咧，好似呢一個 AI 咧就同一種傳統嘅工具差唔多啦。即係好似一個農夫，佢都可以自由決定呢個水缸點樣去用嘅，可以將呢一個工具編織入自己嘅自然嘅生活入邊。咁但係其實如果你從即係頭先 Hugo 所講嘅呢一個制度嘅層面，或者係更加宏大嘅呢一個政治經濟嘅層面嚟睇咧，其實對於呢啲 AI 嘅公司嚟講，其實你作為一個用戶咧，其實你都係呢個科技嘅一部分嚟嘅。因為其實點解你而家可以係免費或者係用好平嘅價錢去用到呢啲 AI 咧？其實正係因為 AI 需要你嘅 input 去作為嗰個 training 嘅 data，即係佢其實係將你都係當成一個科技嘅一部分，佢將你當成一種資源，將你嘅 idea、你嘅問題、你嘅諗法、你平日同 AI 講嘅嘢，當成一種 AI 可以消耗嘅資源。咁所以其實你喺嗰個 AI 面前咧，你其實唔係嗰個 master， 即係你唔係嗰個主人嚟，你其實係一個更加大嘅系統嘅一個架構底下，其實你都係一種被消耗嘅資源。咁可能到咗某一個 point，呢個 AI 真係足夠強大，可以去取代你嘅時候，其實你就會俾人踢走，你再冇任何嘅利用嘅價值。即係你到時可能話我想用 AI 嚟幫我去做嘢，去保住自己份工，其實有可能都冇可能嘅。即係你其實你已經係冇嗰種自由去選擇 opt in 定 opt out，即係你唔可以好似莊子、墨子嗰個年代咁，我可以揀用呢個抽水裝置或者用個水缸，我可以揀我入世，即係可以揀走去呢個無河有之鄉，乜嘢都冇嘅地方，我就自己生活啦。你冇得揀啦，而家你係地球。係啊，即係你冇得揀，即係你最簡單，你古代你係真係可以係即係歸隱田園，即係你喺個山入邊，你就係遠離晒呢啲世俗嘅政治。咁但係你現代每一寸嘅土地都係屬於國家嘅，你係走唔甩嘅。即係你最近你有個新聞就係有一對父母生咗個小朋友之後，唔幫佢申請身份證，即係當我哋從倫理嘅角度會覺得呢對父母唔啱。咁但係從另外一個方面去睇，其實你係無處可走嘅。你一生出嚟你就係呢一個制度嘅一部分，你係冇一寸土地可以令到你可以離開呢一個。我覺得呢個問題好有趣啊！不過我想釐清翻少少咧，就係頭先講話嗰個自然嘅界線嗰度咧，就係話個水壩啊嘛，即係現代水壩用咗河流作為能量，好似我哋而家 AI 時代，我哋人好似作為咗某種能量。
因為呢種能量同即係傳統嘅水壩，其實水壩都係水壩啦，佢都係截住啲水，對河流或者對生態嘅影響雖然冇咁大，但係其實個本質上都係有相近。但係現代水壩同即係以前嘅水壩最大嘅分別就係我哋通過水獲取能量呢樣嘢，其實係人可以無窮無盡咁樣有需求嘅。即係水壩，我哋停咗呢個水，我哋唔會覺得哦停多啲或者我哋截多啲水咧，我哋就有多啲益處。截咗就係好，就係去到咁多嘅啫。咁但係現代科技好似係可以無窮無盡咁追求嘅時候，咁就變咗即係嗰個即係制度啦，或者嗰個嘅機制咧，係可以不停輸入，然後咧就不停競爭，不停咁進步。嗰個本質上嘅區別係咪咁樣？即係嗰個自然與非自然嘅話。係啊，呢個係一個比較即係從另一個角度睇即係一個傳統嘅科技同埋現代科技嘅區別。因為你傳統嘅科技，你係因為人有需求在先噶嘛，即係譬如你古人點解要去建造呢一個水井啊，建造呢啲吉高啊，或者係一種原始嘅水壩，或者係呢啲水力嘅磨坊，你係因為有呢一個需求，然之後我利用呢一個工具去解決問題。呢個亦都係我哋傳統對工具嘅理解啊嘛，即係你工具就係利用嚟解決問題噶嘛。咁但係現代科技咧，即係點解 Heidegger 會認為現代嘅科技佢唔純粹係工具嘅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咧，就係其實你嗰個科技所產出嚟嘅嘢咧，其實係遠遠超過咗嗰個需求。需求係啊，即係唔係需求去定義咗我哋要追求啲乜嘢咁樣？係啦，即係你譬如好簡單就係工業革命，即係你工業革命之後，你工廠產出嚟嘅嗰啲貨物係遠遠超過咗當地即係嗰個 community 本身嗰個社會所需要嘅嘢。咁所以先至喺18、19世紀工業革命之後會有所謂嘅殖民擴張，有帝國主義，就係你反而要製造嗰個需求，然後你去滿足呢樣嘢，消化嘅嗰啲供給。呢個就係現代科技嘅一個好重要嘅，即係同古代科技唔同嘅一個地方，就係因為佢有無限嘅能量、無限嘅產出，然之後你調翻轉係為咗消化呢啲產出，你要去改變人嘅需求。咁當你嘅需求係俾呢一個市場、俾呢一個科技去定義嘅時候，你其實就已經唔再係最原本嘅嗰種人同科技之間嘅關係咯，因為科技會製造你嘅慾望，製造你嘅需求去消化嗰一啲多咗出嚟嘅產出。咁呢個的確係好 AI 時代嘅嘢嚟嘅，因為我哋而家就係每2個月有個新嘅 model，跟住我哋有個新嘅嘢出嚟，又要學啦咁樣。學完之後，可能我哋啱啱學識咗，跟住又要學新嘢啦咁樣。即係呢一個咁樣嘅無窮無盡嘅追求，或者可能係有一啲科技公司可能係想製造大家就係有呢種科技嘅焦慮。但係我覺得有另一個位，可能就係即係我哋點樣去應對咧咁樣。我哋唔可以好似古人咁樣，就係話即係一係就跳出呢一個嘅制度，跳出呢一個空間。亦都未必可以就係即係好似古代嘅社會當中，我哋把握嗰個嘅科技嘅方式，可能只係需要知識，即係我知道啲雲梯大概係咁嘅原理，我見過一次，我可以自我複製，或者我可以將呢一個技術去即係拉翻勻一啲。但係今日我哋見過嘅 AI 點樣整出嚟嘅咧？完全冇一個思考或者冇一個可能性，就係我哋自己喺屋企揼下就整咗一個出嚟咁樣。咁所以我自己會覺得，可能我哋可以做嘅，即係可能被動少少就係我哋有呢個意識，知道其實呢啲嘢係推住嚟嘅。咁我哋當然喺呢個制度當中，好似莊子所講嘅兩行啊，一方面就係應對緊現實嘅人生當中需要嘅東西，就係咁翻工嘅時候用下 AI 嗰啲咧，就係滿足呢個制度嘅需要，滿足嗰種競爭。但係我覺得另一種嘅思維就係，我哋都要翻去諗，就係雖然喺呢個制度之下我哋逼住學，但係其實有冇啲嘢我哋本身好想做，然後科技係幫到我哋嘅咧？其實呢一個工具性，我覺得仍然係即係都保有喺度嘅，因為我自己某程度上嚟喺學識呢度開課程咧，我自己好耐之前就係想即係走出咗學術嘅制度之後咧，就可以用自己嘅方式有趣啲啊，咁樣去教呢啲即係古代嘅嘢啦。咁所以最初嘅時候咧，未有 AI 啊，未有咁多科技嘅時候咧，我就自己買過嗰啲繪圖板咁畫下畫啊咁樣，即係畫得唔靚啦。咁但係後來我就覺得有 AI 嘅科技可以，例如可以生成啲圖片，有啲影像可以令大家可以有呢一種嘅想像力。甚至乎即係最近早2個月我去再開咗個課程就係 VR 嘅，嘗試用 VR 嘅即係眼鏡一個 3D 嘅 model 去咧就係睇古代嘅社會咁樣。即係我自己覺得
當然你可以話啊，科技好似逼住我一定要由傳統嘅書本走到去呢啲咁嘅所謂新科技啊，嘩眾取寵啊。但係我自己又覺得，其實對於一個文科人啦，對於一個中文系嘅人嚟講啦，即係睇住古代嘅嘢，但係同時可以又係有 keep 住有新嘅科技去刺激，然後俾人去呈現見到我哋呢一樣嘢係可以革新嘅，可以咧有新嘅面貌嘅。其實呢樣嘢都係某程度上突破咗個制度純粹推住我走，而係我係做選擇嘅，我揀呢種工具係幫到我，令我得到快樂嘅。我覺得如果有呢種心態，其實可能都係比較好嘅，我自己覺得。即係我某程度上都同意 Hugo 所講嘅，因為其實如果我哋即係從頭先所講嘅呢個 Heidegger 嘅哲學嘅角度去睇咧，有可能就會比較悲觀啊，即係會覺得我哋已經係生活咗喺所謂嘅現代世界啦，即係已經生活咗喺呢個系統入邊啦，即係好似我哋已經係無處可逃。咁即係當然 Heidegger 佢喺呢篇文章入邊都有講過咧，其實喺面對呢個危機嘅時候，其實我哋都有一種救贖嘅可能。咁呢種救贖嘅可能，佢其實喺篇文章入邊冇展開得特別詳細啦，即係佢純粹係 indicate 有個咁嘅可能性啦。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咧，即係正正我哋如果翻去莊子嘅哲學咧，其實會見到一種可能性嘅，因為其實當莊子去揭示咗呢兩種唔同嘅技術形態啦，即係嗰個所謂嘅機械啦，同埋一個比較原始嘅作為工具嘅一個水缸咧，其實從莊子嘅角度嚟睇咧，其實呢兩種可能性咧係可以並存嘅，即係正如頭先 Hugo 所講嘅兩行。如果你從呢個角度嚟睇咧，其實你同一種科技咧，你係可以同時將佢當做一種機械，亦都係可以同時將佢當做一種工具。其實係取決於你用嗰個時候嘅嗰個心態嘅。咁莊子呢度講嘅咧，就唔係我哋一般意義上所講嘅，我即係你係取決於你點樣去用。如果咧係用得好，佢就係好，即係唔係兩人劍，唔係學生寫嗰啲。即係佢唔係呢種最 generic 嘅一種解釋，因為佢個側重點咧唔係在於呢一個科技佢係究竟點樣用，或者係解讀成乜嘢，而係你去用呢一個科技嗰時候嗰個心態係點樣？係。因為其實喺呢個故事入邊咧，其實係莊子想 remind 我哋嘅一點咧，其實最重要嘅係你嗰個心，即係你如果你係去可以喺用呢一個科技嘅時候咧，你唔好俾呢一個科技 driven 跟住佢走，而係你可以翻去自己當下嘅呢一個體驗入邊。將呢一個科技當成係你一種生命入邊最自然嘅表達嘅時候咧，你其實就可以翻去一種比較本真或者比較自然嘅一種同科技之間嘅關係入面。即係譬如我哋講翻 AI 啦，其實即係我哋頭先其實都有講過咧，AI 佢一方面都可以作為工具咁樣用，好似 Hugo 所講啦，我哋如果真係用佢嚟去生成一啲圖片啊、video 啊，或者係用喺我哋嘅日常嘅教學啊，或者係其他嘅生產活動入邊，佢的確係有好嘅方面嘅。但係如果我哋根據莊子嘅一個哲學去睇咧，其實嗰個側重點咧就唔係完全在於佢嗰個好處，即係佢可以幫你做到啲乜嘢，或者係佢帶嚟咗啲乜嘢嘅便利。因為如果根據莊子嘅哲學咧，如果你嗰個思考方式仍然係在於呢一種功利性啊，在於佢究竟係幾有效啊，其實你已經係用咗一種所謂嘅機心，即係呢種科技嘅思維方式去理解自己嘅生命，理解自己嘅心靈。咁但係莊子會認為咧，如果你用呢個 AI 嘅時候咧，你覺得係一種自然而然嘅自己嘅心靈嘅一種表達嘅時候咧，你嘅心就唔會被呢一個機械所牽制住。咁所以嗰個側重點咧，就係當你去用 AI 去生成一啲嘅文章啊、圖片啊、video 嘅時候，你究竟係覺得呢一個真係一個工具去幫你表達你想表達嘅嘢，定係你係喺不知不覺底下俾呢一個科技帶住走而係唔知道咧？咁其實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個 measure 嘅一個方式咧，就係你有冇可能用呢個科技嘅時候，你嗰個心係靜到落嚟咯？我自己會，即係你用翻莊子入邊講嘅呢個心齋啊，講嘅呢個虛嘅概念，就係
如果你一個科技係真係你自己自然嘅生命同埋心靈嘅一個表達嘅時候，其實你係可以掌握到用呢一個科技嘅節奏嘅，即係譬如你係可以真係去打磨究竟我呢個 AI 生出嚟嘅呢一個文章啊、圖片啊、video 究竟好唔好？如果唔好嘅，啱冇用定唔啱冇用咧，而唔係淨係追住啦咁樣去。係啦，即係你會有一個心就係我究竟係點樣去令佢用得更加好啊？點樣去改我個 prompt，令到佢真係去表達到我想表達嘅嘢？定係我覺得佢已經係咁嘅樣啦，咁已經用得啦，咁算啦，我就跟住佢咁樣用啦。而喺你去慢慢去打磨點樣去用、點樣去寫 prompt 嘅時候，其實你係做緊一樣嘢，你就係將呢樣嘢內化咗，變成你自己嘅能力。即係好似最經典嘅就係呢個庖丁解牛嘅故事，即係你嗰個庖丁點解可以用把刀19年都唔游刃有餘咧？咁游刃有餘咧，就係因為佢嗰個重點唔係把刀本身有幾利、有幾硬，而係佢因為你用呢把刀嘅技術已經係變咗你一種內化咗嘅具身嘅技術，所以你去用呢一個工具嘅時候，你其實係一種最自然、最 spontaneous 嘅自己生命嘅流露同埋表達。當你去到呢一個狀態嘅時候，達到呢一種技藝嘅時候咧，你先至可以真正所謂 master 到呢一個技術，而唔係俾呢一個科技調翻轉嚟牽制住你嘅生命。所以如果即係科技係作為一種技術，定係作為一種思維，其實係好取決於我哋去點樣去使用。即係因為喺現代嘅制度當中，其實人作為制度嘅一部分，已經係即係不可去逆轉嘅一件事。我哋係有好多嘅限制，有好多嘅競爭喺裏面。咁但係我哋可以決定嘅，好似莊子嗰種所講，就係我哋究竟有幾清醒，我哋有幾有意識。如果我哋能夠將即係嗰啲所謂外物內化咗入去自己身上，成為我嘅一部分，成為我嘅即係工具也好啦，或者莊子可能唔會想用工具，可能成為我嘅即係一部分啦，係咪？萬物去齊同咗啦咁樣，咁可能我哋就可以即係再進一步去思考，究竟喺呢一個科技之下，我哋除咗作為即係制度嘅一員，我哋可以點樣作為自己一個主體去思考科技嘅意義或者佢嘅作用？我覺得呢樣嘢都係好重要，即係我哋喺呢個時代去面對科技嘅時候，即係都應該要即係 keep 住去諗呢樣嘢。咁我知道即係呢度都除咗喺大學裏面教呢個科技之後，其實都將呢啲科技嘅反思嘅思維帶咗嚟即係制度外面，都會開一啲課程。其實呢度你最近即係有冇啲咩？係咪有啲新嘅課程會開關於呢一方面啊？係啊，冇錯。其實關於呢一方面，其實我已經有一個現成嘅課程，就係呢一個道家嘅不自然人類研究中心。咁其實喺呢個課程入邊，正正就係有一節課咧，就係講到呢個科技嘅問題。咁我呢個課程主要就係從道家嘅角度出發去解釋點解人成日會覺得咁唔自然、咁唔自在。咁其實對於道家嚟講，其實其中一個因素就係因為科技嘅利用，即係好多時候人類會自詡為識得利用工具嘅動物，亦都係人類同其他動物之所以唔同嘅地方啦。咁但係從道家嘅角度嚟講，正正就係因為我哋用呢啲科技嘅時候，有一個可能性就係被呢啲科技帶住走，咁所以往往呢一種科技會形成咗人類嘅其中一種不自然嘅狀態啦。咁所以我喺道家嘅呢個課程入邊都會講係呢個道家哲學點樣去反思呢個科技嘅問題。咁我有一個新嘅課程就係我頭先提到嘅呢個海德格呢個 Heidegger 嘅哲學。咁正如我頭先所講啦，Heidegger 嘅哲學其實係對於我哋現代嘅呢一個生活世界咧係有好多好深刻嘅反思嘅。咁佢最核心嘅一個問題就係所謂嘅存在嘅問題，或者係存在意義嘅問題。海德格就會認為咧，其實科技佢作為呢一個問題底下嘅其中一環咧，其實係逼住我哋去反思科技點樣去定義人嘅存在，或者係人存在嘅意義，或者我哋仲有冇呢一種所謂嘅自由同埋同埋能力去決定究竟人存在嘅意義係啲乜嘢？咁正正就喺呢個 context 底下咧，佢去思考呢一個科技哲學嘅。咁喺呢個課程入邊，我會更加深入咁樣去解釋呢一個 Heidegger 嘅哲學啦，同埋佢喺當代呢個歐陸哲學入邊嘅角色同埋意義。
咁呢度真係從古代去到現代、現當代去思考呢個科技嘅問題。咁大家有興趣就可以去學識嘅網站睇下啦，咁樣。因為我同呢度我哋即係教嘅都幾唔一樣啦。即係我教下啲墨子嗰啲課程嘅時候咧，即係都會成日講到科技呢樣嘢。所以我覺得我哋呢一個對談、呢個對碰其實都幾有趣嘅咁樣。即係我呢度即係最後都想講一樣嘢，就係墨家或者儒家咧，佢哋講科技咧，仲有一個都關鍵嘅元素就係知止啊，識得停啊。即係我哋用到就得啦，就唔好再繼續去啦。好多時候都俾人詬病就係話，好似冇西方科學啊，冇咁多呢啲發展嘅嘢。但係其實我哋今日可能諗翻嘅時候咧，呢樣嘢有時都有啲幫助嘅。即係我停一停先，知道喺去到呢個位就夠就好啦。即係就唔好無窮無盡咁樣追科技。咁呢個我諗我哋都可以即係諗下，究竟我哋同科技之間嘅關係究竟係點樣咧？咁樣。咁諗呢個話題，我哋之後都可以再同呢度睇下有咩繼續深入探討落去，因為好多嘢我哋可以繼續傾嘅咁樣。咁我哋今日就傾到呢度先啦，我哋下次再傾其他話題啊，拜拜。